解放军现在的体系化作战这一套，从空军、海军延伸到陆军，全面性的部件。中国大陆的军武发展确实进步的太快，让人眼花缭乱。你有病！美军负责出 PPT 啊，解放军负责出实体。这是美国很多奇想，但美国自己其实搞不定。对，结果大陆方面反而把你实用化。这我们就6代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共正在举办93阅兵式的排演的一个过程，多明星装备登场亮相。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少将副局长吴泽科介绍，这次阅兵呢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因为两岸的政治环境立场不同，过去当然台湾是非常重视人民抗战纪念胜利纪念日嘛，但今年大家也知道赖清德总统基于政治力士赛嘛，已经把它改成中战了。那这也是民进党，因为他为了讨好日本，所以呢把日本从侵略国变成交战方，这是非常的扯。那大家其实最关心的是这个啦，实战化联合编组啦，编陆上作战群、海上作战群、防空反导群、信息作战群、无人作战群、后装保障群和战略打击群不少是现代战争演变的最新装备，还有一些是国之重器，梯队模块化、体系化然后包括指挥机、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首次亮相真的是相当的盛大是它的装备的方阵，尤其是它有陆海空，还有像信息化，还有无人装备、战略打击力量。其实从目前所披露出来一些讯息来讲，多到大家都眼花缭乱。特别这几天比较大家关注就是海上这个作战方队里面有关大型无人潜航艇，那外形像是大型的这种鱼雷，它这种鱼雷是核动力还是常规动力？这几天在网络上大家就是讨论了半天。因为俄罗斯有一个这个波塞冬，就是海神式这种核子动力鱼雷，那号称有无限远航的距离，因此大家就会把这个套上去。我们中国大陆这次展出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水下无人器，是否也是中国版的波塞冬核子鱼雷？但这个动力其实目前还难以佐证啊，但它确实有一些特征，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其实蛮先进，而且这种泵喷的这种推进系统，就喷水的啦。对，喷水是美国最先进核动力攻击潜舰或者战略飞弹潜舰一个标配。你够不够先进？你推进系统，你有没有这个东西？那中国大陆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水下潜航器采用这样的一个装置，那证明它的传统的动力或常规的这种潜舰，那也采用这种静音性极高的推进系统。专业上来讲，它是水下潜航器，就是水下无人载具这一类装备，我认为是多用的。它可以用来攻击，但它也可以用来做长程水下的探测器。他有特别强调，我这种无人化系统如何进行演化发展。我们那时候就看到啊，攻坚影片里面他就有强调，这种科研人员和这个部队的指战员，大家合成一个探索小组，针对我演训里面我这个科技的盲点、战术的盲点进行补正，而且随着敌人如何进行有效的抗衡或者有效的反制，我集思反制之道，我让我的战法战术和装备的发展能够更好的 match 起来，达到一个开创新战争模式的这样一个发展。也因此包括这个水下潜航器还有无人作战系统这个方阵，我认为是各国会高度关注，尤其是大陆的官媒已经提到，无人方阵里面一定会有机器犬、机器狗，还有无人的扫雷这种装甲车，还有像山猫全地形这种载台，它搭配不同的武器、不同的探测器、不同的可能电子装备、电子反制、电子压制等等，它是一整套体系。这个届时又让全世界的很多军事专家要拿着放大镜好好检视一下，还有进行研究。特别是它3位一体的核打击的相关的一些兵力，可能都会在这次的阅兵式里面出现，包括我们之前看到各种东风系列的弹道飞弹，还有东风系列的巡弋飞弹，而且这些巡弋飞弹现在是更进一步发展出高超音速这种飞弹。对，那这次会更多比例的展出这一类杀手锏武器。也因此这几年我们看俄罗斯在俄乌战争打了不少
高超音速武器，连伊朗都说我有高超音速武器，我把以色列 K 得满头包。那这次这个解放军会把更多这样武器展示一下中国大陆，特别是9倍、10倍以上音速这种大杀器武器，它最新的发展成果。我认为在这个部分也会非常吸引眼球。那确实，它在整个可看性来讲，我认为是远超过俄罗斯每年这种卫国战争的这种阅兵式。尤其是这次新东西很多，我们刚才讲的还是地面上，对，它空中也很多，空中好几个梯队，我们目前看到有包括像这个歼20、歼16，对，歼10C 等等以外，更多的就是关注到，比如歼35，歼35海军型的嘛，那结合像这个歼15T，歼15TD 电子战飞机，最重要就是空警600预警机，这次应该也是在空中方这个编队里面。那另外还有像这个空中加油机，这个运油20结合轰炸机的一个加油编队，还有像这个电子作战飞机这个编队等等，这种特种飞机，那都会在空中分列式里面亮相。当然，这些新的兵力也确实让大家会感觉到，哇，解放军在航空兵力、作战兵力这个发展，不只是作战，还有作战保障的这些力量来讲。它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快的。这一次的空中里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5代机都会出来了，5代机就会出来，但是第6代机因为还没列装，比如说歼36、歼50，那第3款第6代机，我认为这第6代机是不会出现了，毕竟还没有列装嘛。这个直升机方面就是直20、直8，除了标准的运兵型，还有陆军的特战型，还有像空军的这种搜救型或者海军的舰载型。或者突击型，这几年那陆续都有衍生型号出现。那从原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对，变成一个大方公开，甚至进行一个空地联合操演，显见直20它在硬体的成熟度，还有衍生的战法战术配合来讲，都是越来越进步。这次大家比较惊艳，就是有新型坦克，它有万年99A 有新款了吗？不是99A， 它来了一款大家认为可能是中轻型坦克，采用105炮，但比较特别，它的炮塔周边好几块相位阵列雷达，上面还有所谓的主动防御系统啊，另外还有遥控的这个武器，也因此它本身的信息化作战能力很强，而且最重要就是大家除了观察这个坦克它本身一些配备，还有它的技术特性以外，还有它的操作人员是佩戴一种高度电子化、信息化的一些护目镜。其实背后搭配还是你要强大的工业生产。对，因为最近俄国不是有核动力巡洋舰，巡洋舰重新服役嘛，时隔半个世纪嘛，那大家就会发现美俄某种程度上，俄国目前的科技是真的是跟不上，对，跟不上。然后美国是勉强跟上，他们已经很好了，但是解放军最近是创造。我的武器本身比你精良，可是你面对一个体系，你根本看不到，我就死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解放军他把这个一体化作战、体系化作战的这个思考逻辑，它是全军种融合，这个我很 amazing。对，他就强调他体系化的作战。我们都知道，歼10C 如果对美军的 F35和 F22，那1对1的对比，我认为他的胜算比较，毕竟。它的隐身战机，你要在可能更近的距离里面才可以有效发现它。但你如果是一个机群，你在预警机或者友军，即使是歼10C或者歼16或者歼20，其他方位的友机，它的雷达招，有一个很像隐形飞机的目标在你是什么方位，因此赶快在系统整合之下。对那个目标发射，即使你的雷达若有若无，没有办法有效锁定，但在有机的雷达辅助下，它可以清晰的锁定，因此就可以说达到一个 A 射 B 导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锁定不只是友军的战机，友军的预警机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因此这就是凸显了所谓的体系化作战。它的一个优势，我认为这个不只是空战里面，空海作战，或甚至最近很有名的12日战争，这个以色列为什么能精准猎杀这些伊朗的高官、就将领或者核子这个科学家，就是因为他有完整的、精准的情报，做出决策，然后精准攻，它都是仰赖精准的情报作业，它才可以达成没有时间差，发现及摧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当代战争巨大的一个变化了。